来 ，RT 小比例 BW 的白虎勇士，目前还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啊，没有包装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这款的设计如何，小小的很可爱，而且整个背后弓起来的这个曲线、弧度流线型做得很好，身上的这种涂装，白虎的斑纹，涂装上去的点缀效果啊非常漂亮。再加上，其实这一款最得体的是下方的这个肚子。老虎嘛，肚子稍微带点肥肥的，而且这个曲线过渡也包裹得非常完整。它并没有使用概念中白虎那个长字腔填补在这里啊。尾巴这里有2段的可动关节，也是变形需要。腿部来回的活动，这一块的范围还不错了，里边关节挺多的。前肢这里也有张开的关节，2段爪子这里也可以独立的活动。脑袋不能左右旋转，上下点头抬头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。这里边也是一个双关节，所以可以把头挺起来。眼睛因为涉及到一个变形结构，打开以后2个眼球可以独立的旋转，所以这个眼睛可以调成这种斜瞪着你的这表情，杀气就很浓。嘴巴打开，里边有牙齿的刻画，舌头这一块是涂装做出来的。那我们也是进入这一款的变形过程。首先打开脑门这一块。眼睛这里换一下色，动画片里边白虎的兽形和人形胸口的那个眼睛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只是这个眼珠子吧，现在转起来有点费劲，主要是这么小的零件操作空间有限，尤其这个地方是用螺丝拧上去的2个轴，如果说转不动的话，稍微往松调一调这个螺丝，把它转到绿色的这一侧，再盖上，就调整过来了。接着我们先从后边开始变起。尾巴这里往下拉，打开跟这里连接的扣子，腿部这里侧面和屁股上边的这块装甲有一个凹槽结合的钩子，把这里卸开，2条腿横着撇出来，接着顺大腿外侧这里把这层虎皮包在大腿上做圆了，好，就可以把它拉直，然后肚子整个的张开，双关节翻转。和胸口这里填上，再对折一个 Z 字，把这里插合，再一个 Z 字夹尾巴，再一个 Z 字，这里边形成了一个多段的关节折叠。腿部放下来，这一面是正面，所以我们要顺着大腿根部，把膝盖扭到这一侧来。脚丫子的变形，打开这块的前脚尖，后边虎爪的位置旋转180度。这一块根部这里有一个小半圆，把它撸起来，然后顺着这里往上一贴，整个变成脚底板，再把这一块关节折下来，脚尖旋转到正面。相对来说，比之前的黄豹在脚部的这一块变形上面要复杂了一些啊。这边我们再看，打开，旋转180度，脚后跟这里有一个小的弧线立起来，顶上去。鞋底子填满，90度折下来，旋转到正面，翻到屁股来，这一块的装甲旋转180度，顺着开口的球碗折上来，有一个插扣固定，接着顺腰部旋转180度，拧过来，前肢和背部连接的侧面这里有2个很大的插扣，把它卸开，顺着里边这一块旋转90度，把它立上来。摆在这儿备用，然后虎头往下折叠，双关节把它贴上去，胳膊在这里边，稍微的双关节往起立，左右打开，中间的插扣，根部这里是多段的活动关节，我们先把它延展平，上边这里 Z 字折叠，把这块装甲和手臂顶出来，胸部里边的内容解锁，我们先把虎头连同脖子稍微的往起掰一掰。掰完了，顶开中间的这个10字零件，把这一层往外撇，我们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，把这一块提起来，顺势 Z 字折叠就把这个虎头压扁了，然后我们往外拉一下，脑袋就顶出来了。顺着里边先把脑袋根据脖子的关节旋转个180度，然后再根据根部的转轴位置。整个的180度，把虎头和人头换一个方向，拧过来，身体中间的所有的地方就填进去，
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连接的位置，腹部这一块的扣子插好之后，肩膀侧面后方这里还有2个扣子，我们把肩膀的双关节往里对合，把这儿插上，然后前方这里又会出现2个扣子，再用老虎头往下锁，把这2个扣子挂住。于是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的这些锁扣结合关系，胸口的这一块和肩膀的位置就固定的很牢靠了。翻到后背来，尾巴折上来的位置跟这2个前肢的根部左右又有插扣，把它结合固定起来。最后整理一下手臂、肩膀的关节。当然，因为动画片里边的角色设定关系，白虎肯定是要比黄豹大很多的，所以这一回的人物身高来到了10公分左右。我们来看人形的细节，首先胸口这一块是一个真的虎头把它压缩进去的，而且进行了环环相扣的锁定以后，让这一块的结合非常的好，眼睛也还原出来了动画片里边兽形和人形状态下不一样的颜色效果。人形的脑袋这回里边其实是有加装发光模组的，配件里边也会带一块蓝色的金盘，是磁吸扣的开关，点亮，就可以发出来蓝色的光芒了。亮灯的效果还挺漂亮的。配件里边还有3张的替换面雕，我们直接把这张脸抠下来，里边的发光模组其实是一个白色的。不同的眼睛配色更换，主要也是因为面罩里边带的这个透明件。张嘴的这个换成红色，它就变成了红眼睛。通过面雕表情包的更换来实现眼灯不同颜色的效果，还是挺聪明的。另外，武器的长自枪里边也有发光的模组，碰一下枪口这里会发出蓝灯。和脑袋不一样的 LED 灯，枪里这个直接就是发蓝光的。也是因为玩具的尺寸太小了，所以里边的发光模组选择了 SR416SW 这个型号的电池，大家也是得提前自己购买一下。倒是他们家的巨蟹勇士带那小蜜蜂里边就是这个电池的型号啊，所以有那个基本上就是通用的。继续来看，肩膀平举，举到挺高的位置，并且变形的需要这个地方还可以当蝴蝶关节使用。二头肌的根部这地方也有旋转的关节。胳膊肘双段关节曲臂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，可以180度叠过来。就是这一块背部的盖子显得有一些大，在手臂上方这一块的位置，也是因为零件小的关系啊，它不可能做一个双段的折叠。也是因为零件厚度的关系，这小比例的玩具料子给的都是挺厚的。如果这里再做一个双段折叠，手臂就会显得非常臃肿。但是现在的情况看呢，就感觉像是白虎在手臂上带了一个特别大的盾牌一样。另外配件里边还有手臂的这个导弹，其实动画片里边我记得是插在这个板子下方的，但是因为这里边的尺寸有一些极限了，所以你也只能插在外侧，变成这样的造型。拳头、手腕这里左右可以旋转，4指打开，头部左右旋转是变形的需要，点头抬头在后脑这里做了一个独立的活动轴，腰部360度旋转也是变形的需要，并且弯腰关节可以折到挺大的范围，不过这样看起来就会脱肉很明显。胯部前后活动问题不大，侧抬也可以大于90度，大腿根儿这个地方可以左右旋转变形的需要。膝盖是双段关节，所以屈腿的幅度是非常夸张的。脚踝左右整脚的接地，前后这里变形需要也可以活动很大的范围。所以这款白虎别看它个头小，可动性是相当不错了。配件里还有一根非常柔软的透明粉色塑料线，这边是金属涂装的颜色，就可以通过头盔侧面的扣子给它插进去。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秘密潜入，这个东西像不像现在所谓的脑机接口？不得不说啊 ，BW 的剧情在那个年代看起来还是非常超前的。配件里边还有一颗女王大人的头雕，造型来说做的也是非常帅气的。不过这个也是为了还原动画片里边那个魔方，所以中间的脑袋是可以旋转的。把它翻个180度。秘密潜入的白虎搜查官，我他妈在说啥？
RT 之前在做小比例的黄豹勇士上边表现出来的素质就非常的出色啊，而这一次的白虎勇士的表现，我觉得会比黄豹那个更加的优异一些。漂亮的涂装，厚实的用料，并且它的料子还是很韧性的，再加上整个的一个变形处理，其实非常的合理啊。尤其这个大脚丫子变后腿的一个变形环节，再加上整个身上的一些配件带的还是非常良心的，尤其融入了 LED 灯的效果以后，让这款小比例玩具会显得更加精致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小比例白虎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